日本政府最近祭出了一套号称史上最严格的外国人永住许可新基准，不管你是正在苦熬年资的打工人，还是砸了重金赴日创业的老板，这波新政策可能会直接打碎你的日本梦。门槛到底有多夸张？听说连90%的日本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这到底是为了整顿秩序，还是日本政府在变相赶人呢？大家好，欢迎回到和田先生。今天这支影片，我来用数据与事实为大家深度拆解这套即将上路的新政策。在正式开始前，请先按赞以及订阅，感谢你的支持。在2026年7月24号，日本3大权威媒体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共同通信社同时公布了日本政府正在研究中的外国人永住许可新基准草案。这不是空穴来风，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这次是铁了心要提高门槛。根据目前释出的消息，新政策的核心审查重点直接锁定在2个最现实的问题：钱和养老。具体来说，按照新规定，申请人的年收入必须持续高于日本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准。除此之外，你还要证明自己老了不会成为日本社会的负担。政策要求你未来的年金领取预估额必须达到加入后生年金满30年的水准。如果达不到，抱歉，你必须要提出足够的金融资产，比如存款、股票来补足差额。不止如此，日本政府还预计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4月1号正式实施取消永住的法律。如果你恶意拖欠税款、社会保险费，或者因为逃税被定罪，你的永住资格随时会被取消。一边是申请门槛大幅拉高，另一边是随时准备取消资格的紧箍咒。日本这波操作可谓是双管齐下。好，我们来算一笔账。入管厅说要高于日本人平均收入，那到底是多少钱呢？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日本一户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大约是575万日元，换算下来每个月差不多是47万9千日元。听起来好像还行，但魔鬼藏在细节里。根据非官方的试算工具，这个基准会随着你的年龄和抚养人数暴增。举个最残酷的例子，如果你是一位45岁的申请人，为了补足未来的养老金缺口，你被要求的年收入可能高达1000万日元。1000万日元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日本平均家庭收入的 1.6 倍。根据30UFJ 的资料，在日本能赚到这个数字的日本人仅只有 8.6%。也就是说，这套打着对齐日本人平均旗号的标准，实际上是一道连90%日本国民都跨不过去的高墙。而且新政策还特别针对抚养人数做了规定，日管厅明确指出，抚养家族包含居住在海外的亲戚。如果你的家庭人数，也就是包含海外的亲戚，达到5人以上，入管厅就会根据人数要求你增加相应的生活费，进一步拉高你的年收门槛。那到底谁是被精准打击的对象呢？影响最大的是这4种人。第一类，普通留学生与一般上班族，也就是我们说的寄人国签证。过去只要工作稳定，就算收入普通也能拿到永住，但未来入管厅会拿放大镜看你的收入是否连续稳定。低薪劳动者、非正式员工、频繁跳槽的人，甚至是一人赚钱养全家的外国人，申请难度将直线飙升，这对日本留学市场绝对是一次重击。第二类，拿经营管理签证的中小企业老板。很多开餐厅、做贸易、开民宿的小老板，为了节税，常把自己的个人薪水设得很低。过去只要公司有营运，个人有存款还能解释得过去，但未来只要你的个人年收没达标，或是税金、年金有断层，永住大门基本就关上了。第三类，45岁以上财富日的专业人才。
这是政策最矛盾的地方。这群人通常具备丰富海外经验，是日本拓展海外市场最需要的战力，但因为日本后生年金原则上只能缴到65岁，如果45岁才来，最多只能缴20年，永远达不到满30年的标准。制度不允许事后补缴，只能逼着这些中年青英拿大笔存款来抵押，这等于是对高价值人才设下了双重障碍。第4类是特定技能实习等蓝领劳工，这类签证本身的薪资天花板就很低，面对动不动就500万甚至1000万日元的永住新标准，他们几乎已经与永住资格无缘了。有趣的是，真正的高资产净值人群反而根本没差，因为日本税率太高，很多富豪为了避税，甚至刻意控制每年待在日本的时间不超过180天，根本不稀罕这张永住卡。面对这种近乎严苛的政策，日本社会的反应是什么呢？很多专注于移民政策的学者和有识之士已经看不下去了。国士馆大学的铃木江里子教授在看完政策报道后，直接在新闻底下留言痛批，这简直是乱七八糟的制度改革。另外，日本政府在政策中强调，放任遏制永住者会带来偏见。知名音乐人、作家和田彩花公开质疑政府的用词，和田彩花反问，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才叫遏制？真的有必要特地贴上遏制这种标签吗？这反而才是引发偏见的元凶吧。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网民的留言。井上裕太说，在现在这种日币贬值的当下，外国人早就不来了，选在这个时机拿外国人问题出来炒作，充其量只不过是政治秀罢了。只要支持率一下滑，就拔出外国人问题这把传家宝刀，这根本是连续骗了国民5次了吧。哈鲁说，申请永住的人多数都是和日本人结婚的配偶啊，日本人因为配偶也就是妻子或丈夫没有永住资格而处于不安定的处境，要是无法获得更新，每天都要提心吊胆，害怕被强制遣返。总之，这对日本人来说也是负面影响。他还特地 hashtag 了排外主义和反对差别待遇。呼马说，越是在国力衰退的时候，愿意来到这个国家的优秀人才本来是难能可贵的，结果却因为国力衰退过头，导致国家主义大行其道，阻碍了国家的未来。这样下去，最后就一个人都不剩了呢。出口说，真的只能做这种把民众当笨蛋的政治了，做这种事只会让国家越来越衰退而已。不过嘛，这大概也代表日本已经沦落成配得上这种笨蛋的国家了吧。夫一比说，看看现在日币贬值的速度，后生年金根本就是价值不断缩水的资产啊，要大家把钱投进这种连续30年价值都在下跌的资产里，简直跟强盗没两样吧。Gamba 的 Demon 说，国力只会越来越衰退啊。Quantum 说，这确实是在日本目前的状况下，每晚只睡0到3个小时才会想出来的那种点子。卡丽娜说，让日本列岛强大且富裕这个口号的意思，难道是要把现在的日本国灭掉，在列岛上建立另一个强权国家吗？哈鲁说，朝日新闻就只是像在播报天气预报那样淡淡的报道这件事而已吗？难道不去听一下外国人以及日本人的配偶、雇用外国人的企业等相关人士困惑的声音吗？如果每次更新手续变得繁琐，身为雇主也必然要承担额外负担啊。马果说，直奔亡国之路，这个不把人当人对待的国家根本没有未来可言。真夏说，毫无信用可言的国家跟中国共产党没两样。月黄泉说，这根本是令和时代的锁国吧。随便翻了翻，就看到一大堆日本网民在吐槽日本政府。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日本政府一边高喊 Cool Japan， 希望把内容产业推向世界，另一边却用高门槛把懂外国文化、
有语言能力的人才拒之门外。许多在日外国人感叹，外国人在日本特定行业的薪水本来就低于世界水准，如今再叠加这种没有安全感、频繁变动的签证政策，只会加速人才流失。如果说前面那些规定只是门槛变高，那接下来这条规定可以说是引爆了外国人圈子的信用危机。根据朝日新闻的报道，这套新的年收水准预计在今年10月1号改定指南后上路，但是入管厅居然打算将政策追溯适用到今年4月就已经递交申请的案件，这在法律与行政实务上是极具争议的。大家都知道，打扑克牌不能打到一半突然改规则，很多外国人是依照旧的标准辛辛苦苦准备了大量的财力证明、缴税记录，在4月份递交了申请，然后苦等审查。结果政府现在跟你说，抱歉，我们10月要换新规定了，所以你4月交的申请也要用新规定来审查哦。这种缺乏契约精神的做法，彻底动摇了外国人对日本政府的信任。真正让人犹豫要不要留在日本的，从来不是手续费变贵了，而是这种朝令夕改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总结来说，日本拥有管理本国移民政策的绝对权利，设立审查基准也是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当这套标准脱离了现实，甚至连多数本国人都达不到的时候，当政策与国家招揽人才的战略互相矛盾的时候，日本真的做好准备承担人才流失的代价了吗？对于现在正在规划赴日或是正在准备申请永住的朋友们，我的建议是放弃侥幸心态，未来的日本只会越来越欢迎高收入、高稳定、不添麻烦的完美外籍人士。请务必重新盘点你的税单、年金记录与薪资结构。大家对这项新政策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我们在留言区见。最后记得帮我按赞、分享、订阅以及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影片再见。